逼自己1个月学会。康菲 UI V8 最新中文版，全198集存下吧，很难找全的。警告：本视频耗时2个半月制作，制作时长300分钟，带你系统学习康菲 UI 主流的6种视频生成方式。这应该是抖音具良心的康菲 UI 入门教程了，专为新手小白录制。相关的 AI 工具整合包以及全套工作流都已经打包好了，有需要的同学666抱走不谢。业内公认好用的康菲 UI V8 整合包重磅更新，全面兼容30、40、50系显卡 ，Windows、Mac 都能流畅跑。中文界面友好易上手，内置300加经过实战验证的优质工作流，解压即用，省去复杂部署。文生图、视频生成、角色一致性、短剧制作、3D 建模全部能一键实现，自带模型插件，只需3步，领取解压启动，直接开干。想要的666验个牌。欢迎来到我们的 Comfy UI 视频生成系列课程，我们将学习使用 Comfy UI 进行视频生成的相关技巧。那么这节视频呢，我们开始来介绍我们6种视频生成方式的第一个纹身视频。那么纹身视频呢，在我们日常使用当中并不多，但是呢，也值得尝试一下。那么这款工作流是我认为最实用、最方便的一款纹身视频工作流。那么首先，为什么说这个是最实用的纹身视频工作流呢？因为这个工作流非常的简洁，没有什么多余的节点，所以说它容易上手。其次呢，它对于我们的显存要求非常低，即便是我们那些硬件没有那么好的同学们，也可以来进行一个生成，来感受一下纹身视频的快乐。那么整体呢，就是这些节点，其实这个节点跟我们的最基本的纹身图非常的相似。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沃因问模型，就是简单来说，它将我们的模型 clip、VE， 甚至包括我们的加速方式，就是我们平时经常使用的加速 LoRa， 也集成到这个模型里面了。这样子呢，就省去了很多多余的步骤，我们可以直接只使用这一个模型呢来进行生成，就是一个这么意思。然后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具体一个使用体验。那么我输入了一个现代女性在博物馆拿手机拍照，然后呢得到了一个这样的结果，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至于它为什么是一个外国人，是因为我们默认是生成外国人，当然你可以自己在提示词里面书写，比如说亚洲人、中国人这样子。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工作流中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到的地方。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使用的模型，对吧？我们选择的是 T2V， 也就是纹身视频模型，然后 Rapid 代表我们使用的是加速模式， AIO 指的就是 One-on-One 模型，后面的是它的版本型号。然后呢，我们来到了提示词部分，负向提示词不需要填写什么，然后我们主要是在正向提示词当中填写我们想要让画面出现的内容。然后就到了我们的一个视频生成尺寸，这里面大家可以自己来设置。其中注意啊，我们的长度指的就是我们的视频生成时长，我们还要结合后面的这个帧率来进行一个考虑。然后将这些节点连接好之后呢，我们直接在 KA 采样器当中呢连接上这些条件，然后输出我们的 latent， 然后通过我们的解码器最后生成我们的视频。其中注意帧率，这里面建议是18或者24，因为这样子至少能够保证视频是一个流畅的感觉。至于视频时长则是我们的81，然后除以18，因为帧率指的就是1秒钟有多少张图片的意思嘛。那么最后就会生成这样的结果。那么我这边生成呢，总共花了147秒，也就是2分来钟，速度还是非常快的。那么也推荐大家呢去使用这款工作流。然后像这个视频里面所需要的一些模型内容，我都已经在网盘里面整理好。你打开进去之后呢，会发现有我们的工作流，包括我们的模型，一个是我们的正常模型，然后另外一个则是我们的 NSFW 模型。那么根据大家的需求来，然后就是这个视觉模型，按照我上面的提示然后放进去即可。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欢迎来到我们的 Comfy UI 视频生成系列课程，我们将学习使用 Comfy UI 进行视频生成的相关技巧。Hello， 大家好。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6种视频生成方式之中的第2种，图生视频。那么这种生成视频的方式呢，也是目前最常见、最实用的。
那么 UP 主这里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种我目前最推荐的一种生成方式，一个是因为它的生成速度快，其次呢就是节点简单，易于操作，尤其对于我们新手入门的小伙伴们来说更是如虎添翼。那么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工作流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像这里面我们导入进去了一张图片，是一个女生，然后在她的房间里面，我们提供一段提示词为让画面中的女人站起来。那么整体来说运镜动作是非常流畅的，没有明显的卡顿，然后动作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个人认为这样的效果已经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怎么来运行的吧。这里我们把生成的视频关掉，然后看一下工作流。首先在模型上的选择，我们要选择我们的 One I2V 模型，也就是图生视频。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微合环模型，和上一个视频当中提到的纹身视频是同一类型的模型。当然它也有我们的 NSFW 模型，那么可供大家选择。然后这是2个提示词，然后负面提示词和正向提示词，我们只需要在正向提示词当中输入我们想要画面呈现出来的内容，然后在下方的加载图像这里面上传我们想要生成视频的图像。那么它会通过一个图像缩放节点呢进行缩放，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图像尺寸非常大，你拿这样的一个图像来生成视频很明显是不可取的，那需要非常好的电脑。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设置一下它的生成尺寸，那么这个节点呢指的就是缩放长度，那么它是将我们的最短边缩放到480，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最短边是不是就是480，就这个位置。那么它缩放好之后呢，会将这个图像输入到我们的图像到视频当中。在这个位置我们要注意了，这地方长度指的就是我们生成视频的一个时长，然后拿这个81和后面的这个帧率它有一个除的关系，然后最后生成了我们一定时长的视频，和我们之前的纹身视频呢大差不差。因为我们的这个大模型自带加速嘛，所以我们的 CFG 值包括步数什么都是已经设置好，那么这些参数你可以不用动，就按照我设置的来就可以了。那么生成的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大家拿到这款工作流之后呢，也可以自己去试一试。然后这个工作流和模型呢都放在这个网盘里面了，大家自己去拿即可。像这地方有模型，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模型放到这个文件夹里面，以及这个都给大家标注好了，那么大家自己放置就可以了，这个是没有什么难度的。那么这节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个视频见。欢迎来到我们的 ComfyUI 视频生成系列课程。Hello， 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学习的这一款工作流呢，是我们的一个 One 视频首尾帧的工作流，同时它也是我们6种视频生成方式中的第3种。那么我们进入到这个工作流界面呢，我刚才已经跑过一遍图了，我们输入一个首帧图一个尾帧图，然后呢就可以看到生成的结果。那么这样的一个变装效果，个人认为它的一个人物动态以及姿势都是比较生动的，然后它的服装以及细节保持的都是很不错的。那么具体我们要如何来进行使用呢？首先我们会看到有很多这样的节点，那么不要慌，我会非常详细的为大家讲解每一块都有什么样的功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使用的哪一些模型。模型呢自然是使用我们的一个 GGUF 模型，适配我们的低配置用户，然后再添加一个加速罗拉，能够更加有效的提升我们的视频生成速度。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视频输入以及 C 加速，能够实现一个进一步提速的效果。然后最终呢，将这2个高低噪声的模型条件输入到我们的采样器当中。然后就要注意到，我们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采样器的正负向条件，这时候就需要上传我们首尾帧的一个图像，通过一个图像缩放节点来进行一个输出。那么这个图像缩放节点呢，主要就是为了避免我们的图像过大，导致爆显存的现象出现。那么
就会导致我们的工作流无法生成。我们将首尾针的图像进行一个输入，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采样器是不是模型正负向的一个条件，然后都有。同时由于我们在这个位置输入了我们刚才缩放后的图像宽度，那么我们的视频生成尺寸也有，最后通过我们的采样器这一部分实现了我们图像的生成，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补帧和图像放大节点，那么主要就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画面的一个质量。那么有的小伙伴这时候就要问了，那么我们如何来找到这些模型呢？你只需要打开我分享给你的链接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内容，比如说我们的插件，我们的 Clip Vision， 包括我们的放大模型 LoRa 和我们的望模型，以及整体的一个工作流文件。那么你想要哪个就用哪个，非常的方便。具体使用你就看上面的这个简介嘛。像这个望 2.2 模型放到我们的 Diffusion Models 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那么具体呢，整体的一个工作流就是这样使用的，大家可以自己去动手试一试，尝试一下。那么我们这节视频就到这里了，对你有帮助的话不妨关注或者点个赞支持一下，我们下个视频见。欢迎来到我们的 ComfyUI 视频生成系列课程。 Hello， 大家好。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来学习我们6种视频生成方式之中的第4种，也就是动作迁移工作流。那么我们只需要上传一张图片，然后再上传一个视频就可以了。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导入OK，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生成的结果。整体的一个动作包括人物的一致性都保持的还是很不错的。同时呢，它会将我们原来的视频当中的音频自动与我们的视频进行一个结合，然后直接一键生成。那么像这一种我们图片可以模仿视频当中的人物动作，然后进行一个视频输出的工作流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使用。那么首先呢，我们依旧要明白，第一步就是确认我们的模型使用，这对于我们生成任何视频或者图片都至关的重要。像这里面我们依旧选择 GGUF 的模型，以及添加一个对应的加速 LoRa。 由于这里面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动作迁移，所以我们还需要加一个 Animate 的加速流来进一步对这个工作流进行一个加速。我们加载好我们的这些模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输入到我们的采样器当中。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到，我们采样器还依旧缺少了正负向条件。那么正负向条件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视频当中的人物运动部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加载我们的一个视频进来，那么这个视频呢会拆分成很多张的图像，然后传入到我们的姿态预处理器这里面，然后通过这个处理器呢，分别对我们的一个姿势以及面部来进行一个识别，最后将生成的这些图像呢输入到我们的动画短视频当中。我们需要提供面部视频和姿态视频，那么这些都是通过我们的预处理器来得到的结果。同时这里面我们还需要输入我们的一个参考图像，也就是最后我们视频生成中的主体人物图像，通过我们的视觉编码器呢进行一个编码，然后一同输入到我们的一个转视频节点当中，然后这样子就提供了它的一个正负向条件。同时由于我们的参考图像可能尺寸比较大，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直接对整体的一个图像呢设置一下生成的视频宽高。那么像这里面这张图像呢是一个竖向的比例，所以我们最后设成一个宽480，然后长度为832的一个图像尺寸，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进行一个设置。最后呢，我们的采样器上面的条件我们就都连接好，然后再直接输入到我们的解码器当中进行一个生成即可。最后呢就能得到这样的结果。这里面我们想要这个视频呢更流畅一点，也可以添加一个补帧节点，又或者想让视频变得更清楚一点，可以添加一个高清放大节点。那么这2个节点呢，在我上一节课讲首尾帧生成的时候都已经提过了。那么
整体的工作流所使用到的文件，我都已经为大家准备好。比如说我们的插件，包括我们的 GGF， 我们的视频转模型，包括我们的视频 CTRL， 再比如说我们的所需要的模型以及工作流。那么大家在拿到这样的文件链接之后呢，就放到对应的文件夹目录即可。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不妨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欢迎来到我们的 Comfy UI 视频生成系列课程。Hello， 大家好。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的 Comfy UI 视频生成。那么这一节是我们的第5节，视频高清放大。那么为什么需要视频高清放大呢？我们不能够一次性生成高清视频吗？答案是不能的，因为那样子对于我们的设备性能要求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就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我们先生成低分辨率的视频，然后呢，再对我们的低分辨率视频呢进行一个高清放大，这样子就能够非常有效的缓解我们生成视频的压力。那么今天带来的这款工作流呢，也是目前最新的 Seed VR2 视频修复工作流，效果是非常的给力，使用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我们上传这个视频之后，通过这一系列的节点就能够得到一个更高清的视频了。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原视频，然后再对比一下我们生成好的新视频，可以看到画质有明显的提高。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该如何继续的使用。在这个选择视频上传里面，上传我们想要高清放大的视频，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参数，我们可以自己设置。首先强制帧率，那么我们对于视频高清放大的原理，其实就是对于图像进行放大，因为每一帧是由非常多张图片构成的。那么像这里我们强制帧率为16，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即便我们原来的那个视频它一帧有40-50张图片，但是这样子我们强制帧率之后呢，那么我们依旧只会修复16张，就相当于减少了我们的工作量。然后至于下面的这些内容呢，我们暂时是不用管的。我们来看到我们的缩放图像，为什么我们要进行缩放图像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这个视频它的分辨率很高，但是并不清晰，它只是单纯的这个分辨率高，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对它进行一个缩小再放大，才能够增加更多的细节。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比例缩放之后呢，就来到了我们的一个放大模型加载这里面。我们一般来说设备比较差的呢，就选择这个 3B-FP8 的就可以了。然后你的性能比较好的话，我们可以选择 FP16， 或者直接选择 7B 的一个模型。那么根据大家的设备进行一个选择。我们加载完这个 DIT 模型之后呢，就来加载这个 VE 模型。那么这里面我们只有一个可供选择，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我们要看这里面，在视频放大器这里面有一个最大分辨率为1920。那么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成好的视频它的最长边就是1920。那么也可以看到我们最后生成的一个效果是不是1920。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进行一个输出。途中呢，我们也加载了一个清理 GPU 的一个节点，然后我们进行输出，最后能够得到结果。那么这样子，我们的一个视频高清放大就生成好了，效果也是非常的给力的，因为我们会将原本模糊不清的视频呢，生成为高清视频。那么具体这款工作流需要的哪些模型呢？我这里也给大家整理好了，像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工作流，包括我们的模型，同时呢也包括我们的一个插件，都为大家提供好了。那么大家自己下载好安装就能够用了。对你有帮助的话，不妨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个视频见。欢迎来到我们的 Comfy UI 视频生成系列课程。Hello， 大家好。那么这一节课呢，就是我们6种 AI 视频生成方式中的第6种。那么就是我们的视频换脸该如何进行使用。我们首先依旧来看到我们的整个工作流界面非常的简单。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导入进来的原视频。我们先看一下效果。然后
我们再看一下他换了一下安妮海瑟薇之后的脸，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效果。可以看到效果非常的真实，人物面部表情一致性非常的好。那么这一种效果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作流来进行生成的。那么这一款工作流有几个特点，那么就是它的一个节点非常的少，说明我们的工作流运行的并不复杂，同时需要的显存要求也比较低。那么对于我们设备不好的同学们，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利的。那么具体这几个节点做什么作用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一个加载视频的一个节点，主要就是为了上传我们的一个原始视频图像。然后我们通过上传完这个图像之后呢，就会来到这个 Reactor 换脸节点这里面，同时加载一张我们需要替换的一个人物面部表情比较清晰的图像，把它连进来。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个节点里面有很多参数要调整，我们来看一下有哪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么这里面这几款模型呢，经过实测下来，还是这几款效果最为不错。然后这个面部修复模糊，你开的越高呢，人物的磨皮就会越好；开的越低呢，人物的那个面部就有点坑坑洼洼的感觉。那么这个权重呢，指的就是替换后人物的相似度过高呢，或者是过低呢，都不好，保持一个中间值即可。像这里面有检测性别，包括一些面部索引的，如果是单人的话是不需要考虑的。如果是多人的话，像这里面目标面部索引指的就是假如说这里面有2个人一左一右，那么左边这个人呢，他的索引就是0，右边这个就是1，那么我们就是0对0、1对1的关系。那么通过这个节点把我们的脸部图像替换之后呢，可以加入一个插帧节点，能够让我们的视频画面更加的流畅。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小伙伴要问了，说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生成帧数比较高的一个视频呢？因为那样子会提高我们的运行要求，所以我们一般会先生成一个低帧率的视频，然后再通过插帧的手段让它变成一个高帧率的视频。那么整体呢，这款工作流就是这样子进行的，效果非常强，但是它的节点很简单。那么这款工作流所需要的模型文件呢，也给大家准备好了，那么就放在我们的这个网盘文件里面。像这里面我们依次将里面的这些文件啊，按照我的提示要求放好，那么你就可以流畅的进行使用了。那么这节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节视频再见。